老婆结婚8年，我连我家狗的好友都有，却没有她的。我俩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，就是在客厅桌子上互相留下的字条。结婚这么久以来，我们俩一直都是各过各的。她的房间在2楼，我的房间在1楼，我们各不侵犯，互不打扰。房贷 A， 水电 A， 至于一些婚后应该做的事，更是没有了。如果不是结婚证的存在，我甚至觉得我们俩更像是合租的室友。我俩结婚是家里撮合的，都是为了应付家里的催婚。房子的首付是2家长辈各自凑了一点，彩礼我给了20万，他回了20万的嫁妆，加一起一共40万。按照他的意思，把这笔钱存在了一张卡里，这张卡由我保管。他说以后要是有什么额外的大头支出，就从这里面花，只需要跟他说一声就行了，只要不是太离谱的事情，他都会同意。我老婆是一个网文大神，能卖出版权，收入都很不菲的那种，因此我们的作息时间也很不同。我白天出去上班，他才开始睡觉，等我睡觉了，他就起床开始工作。这几年我们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，可没想到今天他竟然第一次在我面前主动下楼。于悄悄今天打扮得十分艳丽，橘色调的口红，画了眼影，还穿了小短裙，这是以往我没有见过的样子，所以没忍住多看了几眼。也许是被我盯着看久了一些，他有一点不自在，低眸看了一下自己，又绕着自己转了一个圈，最后才抬起头来看着我问道：怎么了？哪里不对吗？我摇头夸奖了一句：没有，挺漂亮的。你要出门吗？于悄悄点了点头。我去约会一个已经结婚的人。我扭过头，咳嗽一声，装作不在意的模样，低头去看手机，气氛稍微有点尴尬。于悄悄心里一阵懊恼，也意识到了自己说的不对。她说习惯了，平常和小姐妹聚一聚，被她习惯性的说成了约会。于是她又立刻添上一句和我的闺蜜。听到这话，我的脸色才好了些，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客套的嘱咐了一句注意安全。于悄悄看见我的脸色，想了想，又添上一句是女闺蜜，似乎强调女字会让人觉得有点心虚。为什么是女闺蜜？难道你还有男闺蜜？于悄悄都能想到，我在心底一定是这样腹诽的。于是于悄悄又一咬牙，再填上一句我没有男闺蜜，我身边也没有男性朋友。说完这句，于悄悄感觉自己更心虚了，有一种她出轨了然后被抓住的感觉。不对，她心虚什么？于悄悄拍拍脑袋，竭力把这种心虚的感觉给拍开。她身边本来就没有男人，连一个公蚊子都没有，她为什么要心虚？于悄悄觉得我不以为意，于是就更想努力的解释自己，但越是解释，于悄悄就感觉自己的模样就像是那种被抓包之后的恼羞成怒、气急败坏的。最后于悄悄一咬牙，快步走下楼梯，然后站到了我的面前，又很慎重的重复了一遍：陆超，我只是跟我的闺蜜出去聚一聚。我直接懵住了，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转眼就变成了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？我在思考哪里得罪这个小丫头，应该没有吧？我好像一共也没说几句话。于悄悄的脾气实在不算好，我明显感觉她的脸色不对，于是又抬头问了一句：那我今晚需要给你留门吗？留。这是最后于悄悄给出的回答，然后跺着小脚就出去了。于悄悄走了之后，我还在心里思考她为什么会生气。虽然那丫头没有明说，但是她的表情就是在说她生气。思来想去，我心底没有得到结果。我真的想不到，为什么上一秒还在和气气说话的你，结果下一秒就变了。挠挠头，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：女人太奇怪了。不过她生气了，那我要不要哄她呢？算了，不哄了吧，又不是我把于悄悄弄生气的，而且说多错多，免得我再多嘴几句，然后就真的把于悄悄给惹发毛了。我去把门轻轻抵上，只给于悄悄留了一个缝，随后我就起身去洗澡睡觉去了。于悄悄是晚上几点回来的？我不清楚，睡着了的我心里也没有一点意识。总之第2日清早我起床时，我看见大门是关的，这就证明于悄悄她回来过。我走到楼梯那边去望了一眼，2楼那边始终安静，这让我的心里又有一种错觉，就好像昨天于悄悄没有下楼出门一样。这个点于悄悄应该是在睡觉，我也没有走过去打扰她，只看了一眼，之后我就走到厨房那边去做早餐。今天的早餐我也依然是只做了一份，1碗面条加1个煎蛋，做好了就坐在餐桌那边慢条斯理的吃着。事实上我也不是没有给于悄悄做过早餐，那还是在领证之后的第2天。我觉得毕竟已经结婚了，做个早餐也不是什么大事，1个人2个人的也没有什么分别，索性就一起做了。可当我做好了早餐，准备上楼去叫于悄悄的时候，连她的房门都没能进去，里面是反锁的。我在外面敲门叫人，于悄悄不知道是真睡还是假睡，总之于悄悄没醒。最后我自己一个人吃了2碗面条，不得不说那一天很撑。其实我当天是很不开心的，连门都没能进去，我自己有一种自取其辱的错觉。于是2楼那个地方，除非于悄悄主动邀请，否则我是不打算再进去了。后来想了想，我还是觉得是自己想多了，是想多了，也是管多了，合租室友而已，并不值得那么伤心。饭当然是个做个的，生活习惯不同，也没必要打扰。我自己吃完了面，再洗了碗，接着就出门准备上班去了。我自己开了一家书店，名字也简单，就叫陆超书馆，每月的收入也还算不错，100块钱是有的，至少能养活自己。
我在书馆旁边又开了一个奶茶店，也是我顺便投资的。在很多情况下，大部分过来书店来这边逛逛的人都会顺手去隔壁买一杯奶茶。奶茶有专门的负责人，并不需要我上心，我只需要每天躺着收钱就行。书店的前台付款处那边，我给自己弄了一个躺椅。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我都是躺在那些的椅子上看杂志。大概中午歇的时候，已经是大结局，我听见外面2个女人的谈话。悄悄啊，你不是说你的书出版了吗？这次我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不得送我一本？我感觉那个叫悄悄的女孩子应该是挥了挥拳头，然后叫嚣，因为我听见她说话了。于悄悄说：“送你一拳。”于悄悄的名，于悄悄的名，于悄悄的声，这人就是于悄悄没错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可知。然后再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于悄悄她居然出门了，大白天的没见鬼吧？我一直以为于悄悄是吸血鬼，单纯指那种白天里见不得光的人。我躺在躺椅上面，单纯进来的话，不在前台这边看是看不见我的。下一刻，书店的玻璃门被打开了，然后从外面走进来2个女孩子。我也从躺椅上坐直了，露出一个头来。这边的2个女孩子，一个是于悄悄，另一个不认识。于悄悄旁边的那个女孩子，模样比于悄悄还要艳丽一些，但是也不能说比于悄悄好看。2个女孩子是2种类型的风格。昨天我看见于悄悄打扮，于是下意识的便以为于悄悄是那种容颜系的美女。到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于悄悄是青春系的。于悄悄回头想看一眼书店老板是谁，于是恰好和我对视。于悄悄又有一种出轨被抓的错觉感。我为什么这样看着她？我和她对视的这一眼，好像包含深意。于是于悄悄下意识地指了旁边的闺蜜一下，比着嘴型：“女的，这是女的。”我更莫名其妙，女的就女的呗，跟我说干什么？难不成给我介绍对象？不至于吧？于悄悄能有这么大度？我会介意于悄悄出去跟男人约会，我相信于悄悄也会介意。我找别的小姑娘，还是那句话，找可以先离婚，离婚之后干什么都无所谓。再说，就算是于悄悄想给我介绍对象，也不会给我介绍自己的闺蜜吧？兴趣啊，傻站着干什么？闺蜜发觉于悄悄一直站在原地没动，于是回头招呼了一声。闺蜜转过头来想看于悄悄，结果一眼就看见于悄悄在和书店老板对视。她在看什么？看上了可是不对啊！于悄悄，她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闺蜜看了看书店老板，又看了看于悄悄，她觉得这2个人之间有猫腻。书店老板就算了，毕竟于悄悄长得这么好看，被人看上很正常。可是这件事情放在于悄悄身上就不正常。你一个有妇之夫，能不能矜持一点？不行，闺蜜觉得她还是得好好劝劝她，不能看见于悄悄跳进火坑。闺蜜伸手在于悄悄面前挥了一下，打断施法。你看什么呢？于悄悄回过神来，下一刻于悄悄就抿了抿唇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扯了扯闺蜜的衣服。我突然不想逛书店了，一会儿我在网上给你买了，然后给你寄到你家那边去吧。于悄悄和闺蜜进来这家书店，是闺蜜说要让于悄悄买一本她出版的书，然后亲手送给她。可于悄悄没想到书店的老板会是我也没有什么稀奇的，但本能的于悄悄就不想进去。而且刚刚她和闺蜜的谈话，不知道我有没有听进去。可是任何的事情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于悄悄就全当我听见了。她在写书这件事情，我应该是知道的，不过我不知道她的笔名。于悄悄她也不打算让我知道，毕竟这是连她父母都不清楚的大事。于悄悄觉得笔名是一种非常羞耻的事情，再配合着她写的书，于悄悄就感觉更羞耻。于是于悄悄立刻便想拉着闺蜜，却像没感受到一般，反而拉着于悄悄的手往里面走。你怕什么？闺蜜有一点不理解，这不就是一家书店吗？明明马上就能买到，为什么非要网购？闺蜜下意识的把于悄悄这种诡异的行为给归为了羞涩，既见情人当然羞涩。正因为如此，闺蜜才不能眼睁睁的看见于悄悄跳入火坑。外面的女人是什么样的，她不管，但是于悄悄绝对不能这样听我的。进去买书，店里不需要人服务，基本就是客人进去找书，找到要看的书之后，要么找个位置去看，要么出来付款，或者就是单纯的躲进书店里面吹空调玩手机。所以我的日常任务并不包括服务客人这一项，只有在客人找不到的时候，我才会动身去帮客人找书。所以当于悄悄和她的闺蜜进来之后，我依旧坐在原位上没有动。此时于悄悄想逃了，也许她今天就不应该出门，不对，应该是她就不该走进这家书店。美女总裁就是已经被女主打败的反派，最后还是耐不住闺蜜的央求。没过一会儿，于悄悄就怀抱着2本书来找我付款，书是于悄悄要送给闺蜜的，所以理所应当就该是于悄悄付款。可当于悄悄抱着书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的眼神不对劲了，倒不是说有什么不对，而是那2本书，我是书店老板，里面的书都是我一个人亲手摆的，单凭那2本书的封面，我就好像看出了那2本应该是个什么书。果不其然，于悄悄异常羞耻地把书交给我，我扫了一眼书名，被霸道总裁轻视邪非，我的温柔暴君。我在心里偷笑，觉得于悄悄这个小姑娘很有意思。这就是于悄悄，是那个看起来很深沉的女孩子，这就是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书名笔名的原因。丢人了吧？于悄悄尬得头皮发麻，顿觉浑身都不自在，哪有我这样的人？虽然念得正经，但是于悄悄感觉我念那几个字的时候，嘴角起了一丝莫名的笑意。我在嘲笑她，不过我还没有她的闺蜜胆子大。当我把那几个字念出来，于悄悄后面的闺蜜就嘎嘎嘎的笑了起来。于悄悄满头黑线，她感觉前有狼后有虎。
我们都在欺负她。闺蜜一笑，于是我也想笑了，但是我是一个很专业的人，我一般不会笑，所以我立刻收敛了神情。闺蜜上前拍了拍于悄悄的肩膀，悄悄啊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书名怎么了？虽然丑是丑了一点，但是你赚钱多呀。她还在调侃，但是这书名哪里丑了？起得多好。于悄悄满脸羞愤，最后咬着牙开口道：“付钱。”这话是对我说的，我强忍着笑，然后找个袋子给于悄悄把2本书给装起来，接着把袋子往于悄悄面前一递。钱就不用了，就当我为我刚才的失礼而道歉，2本书而已，加一起几10块钱。我和于悄悄是夫妻，倒是没有必要为这点钱而斤斤计较。于悄悄一脸羞愤，我还在说总裁那本书，那本书怎么了吗？虽然是古早了一点。一时间，于悄悄心下气恼，连我刚刚说要送她书都没拒绝。要为什么不要？他要花光我的钱，让我破产，谁让我嘲笑他？于悄悄刚要伸手接过，可忽的闺蜜便心生警惕，猛地伸手一拉，然后把于悄悄给护在了身后。霎时，我和于悄悄同时看向闺蜜，我眼神带着疑惑，怎么了？闺蜜说话了，送到是不用了，该是多少就是多少，哪里有让老板破费的道理？于悄悄轻轻扯了扯闺蜜的袖子，闺蜜扬眉说道：“多少钱？”我来付。闺蜜觉得1个2个都很不省心，她一直以为是于悄悄心怀不轨，没想到面前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男人追女人的套路，无非就是从送一些小礼物开始，这些她见得多了。于悄悄以为2本书不算什么钱，今天于悄悄接了书店老板的书，那明天于悄悄是不是得因为礼尚往来而请他喝奶茶？后天书店老板再接着回请于悄悄一顿，大后天于悄悄又回书店老板一顿烤肉，这一来二去的感情不就来了吗？平常的时候自然不算什么，可是别忘了，于悄悄是结了婚的人。虽然她没见过于悄悄的老公，可那毕竟是老公，不是。而一个女人要拒绝男人的第一步，就是拒绝他的任何好意，什么东西都别收。就比如现在这本书，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但是你凭什么收别人东西？于悄悄自己又不是付不起。闺蜜不知道于悄悄的脑瓜子是怎么想的，拒绝男人从不贪小便宜开始。总之，闺蜜很迅速的从钱包里拿出了一张红色的软妹币，然后往桌上一摆，很豪气的，不用找了。闺蜜迅速拎着买下来的2本书，一拽于悄悄的胳膊，把她给拉了出去。哎，这一切反应太快，快到于悄悄来不及跟我说找下来的零钱能不能给她，只能在被拖出去之前着急的给了我一个眼神。我下意识的摸了摸脸，看我做什么？难道怪我跟她的闺蜜走得太近了？但好像一共也没有跟她闺蜜说几句话吧。不想了，我还是觉得女人的脾气太古怪，我还什么都没说，结果于悄悄她就又生气了。我坐回了躺椅上，然而于悄悄和闺蜜还没走远，我又听见了2个女人的声音，当然主要是于悄悄闺蜜的声音。闺蜜在训她于悄悄，你是已经结婚了的人，你能不能克制一下自己？于悄悄觉得这话槽点有点多，她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。结婚是有，但是她要克制的点在哪？克制这个词很有意思，克制一般是说只要控制情感，可是于悄悄她需要控制什么情感？于悄悄想了半晌，没想明白，最后好不容易想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。于是于悄悄试探问道：“你觉得我刚刚对那个老板太凶了，所以需要克制一下吗？”闺蜜也没懂于悄悄的意思。于悄悄刚刚凶吗？闺蜜觉得于悄悄好像真的喜欢上那个老板了。女孩子大多只会在喜欢的人面前来注意形象，不过闺蜜显然并不打算继续跟于悄悄说书店老板的事情，这时候该把于悄悄的老公拉出来溜溜。对了，说到结婚，悄悄啊，闺蜜又转了语气，一副商量蛊惑的口吻，把手搭在于悄悄的肩膀上，声音很轻的说道：“你什么时候把你老公拉出来，让我见一见？”于悄悄把闺蜜放在她肩膀上的手给推开，嫌弃道：“你难得来一趟，你不找我，你找我老公是吧？”你这话说的像我居心叵测一样。我有未婚夫了，我找你老公干什么？我是说，我这难得来一趟，你们俩夫妻难道不请我吃一顿饭吗？别告诉我连顿饭都不能请。听到这里，声音就有点变小了。我此刻的心思有一点乱，摸摸自己的脸是烫的。后面的话，于悄悄会怎么回复呢？要是于悄悄提出来想让我陪着去请她闺蜜吃饭的话，我觉得自己应该也是会同意的。当然不是因为她闺蜜，而是为了于悄悄，对方都提出来了，我要是不去的话，会不会让于悄悄在闺蜜面前丢了面子？而且我实在很闲。不过我还是有一点小紧张，毕竟我就没和别的女孩子一起，这个女孩子当然也包括于悄悄。那如果一起吃的话，我要不要给于悄悄夹菜呢？离了书店很远之后，闺蜜感觉于悄悄还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于悄悄手上拿了一杯奶茶，都没怎么喝，喝了一口之后就放在了手上，没动，细管上有口红印。当然于悄悄并非是真的魂不守舍，她在思考回去之后应该怎么见我。刚刚我看她的那个眼神，她感觉她的人设塌了。她就说不该进那家书店的，该死的霸道总裁，该死的轻视谢妃。于悄悄心中想着，一边暗自生闷气，然后突然抬手狠狠喝了一口奶茶。闺蜜见于悄悄一直不说话，于是忍不住抬手敲了于悄悄的头。想什么呢？于悄悄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想男人。于悄悄抱着头，哭丧着脸。下次打我的时候轻点。闺蜜突然凑近了看于悄悄，于悄悄往后一仰，把闺蜜的脸给推开。干嘛？
我可是有妇之夫，你别离我太近，找你未婚夫去。忽然闺蜜好像看出了什么，她猛地站直了身体，双手揣着看着于悄悄感叹道：于悄悄，你该不会真记上那个书店老板吧？就见一面也就爱上了，不应该呀。于悄悄，我记得你不是海王属性的呀。越说越离谱了。于悄悄不想理她，于是便把心思放在了奶茶上面。闺蜜还在分析不对，你是住在这边的，说不准你们早就……不然他为什么一见面就这么说？好你个于悄悄，你对得起你老公吗？于悄悄一叹，用看傻子一样眼神看着闺蜜。那我要是跟你说，就是说有没有可能，刚刚和我眉来眼去的暗通款曲的人，就是我老公呢？啊，你离婚又结婚了？于悄悄十分无奈地看着闺蜜，闺蜜一愣，过了一会儿，闺蜜好像反应了过来，大睁着眼睛，下意识地反问：真的？要不然是假的。明天吃饭，我用稻草扎个人扛来，说是我老公。其实和我结婚这件事，于悄悄也确实是没有什么好瞒着人的。之前不告诉闺蜜，不是故意瞒着，而是她没有我的照片。结婚证上虽然有照片，但是于悄悄也不想见你，就把结婚证上的人拍过去。至于明天吃饭的事，于悄悄一顿。明天吃饭，铁定你买单。你还骂我说我暗暗通款曲，能不花钱就不花钱，他穷得很。好吧，你们俩正大光明的眉来眼去。哭的闺蜜又眼珠子转了转，随口问了一句，颇为好笑道：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和你老公离婚？岂料闺蜜的这句话一说出口，于悄悄仿佛被踩中尾巴一般，急着跳脚道：谁说我要离婚了？闺蜜觉得于悄悄这个反应有点好笑，她大概知道了于悄悄心里的想法，不过现在她就是想出言逗逗这个丫头。所以闺蜜继续开口问道：你刚刚那话的意思不就是不喜欢吗？于悄悄沉默了一下，接着认真道：不一样的，我虽然不喜欢陆超，但是也不讨厌他，我们俩相处了很多年，其实还过得十分融洽，我也很感激他能忍耐我糟糕的作息。有很多次我半夜起来拿外卖做饭，我不知道吵到他没有。陆超不喜欢我，却依然能够容纳我的缺点。我在想，我和陆超之间毕竟已经结了婚，只要在大事上没有什么矛盾分歧，那我们就不会离婚。当然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除外，一些生活上的矛盾都是可以磨合的。未来如果有一天他有了喜欢的人，想和我离婚的话，我也不会伤心，因为缘分就在这里了。闺蜜笑了一下，然后夸了一句：你倒是想得开。说着，闺蜜又用着一副恶狠狠的语气：我未婚夫要是喜欢上别人的话，我一定给他把头拧掉。于悄悄默默往左边走了走，他好凶残。今天我回去的晚，7、8点钟的样子。我本来以为于悄悄不会回来那么早，毕竟她不是在陪她闺蜜吗？可是我一回去的时候就在家里，见到了坐在餐桌上吃面条的于悄悄。我一愣，接着很快就反应过来，也是现在正是吃晚饭的时候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惊诧，因为于悄悄居然不跟她的闺蜜吃饭，而于悄悄也听到开关门的动静，她下意识的抬头望过去，跟我打了一个招呼：早啊。还早。于悄悄也觉得自己说错了话，顺口了，下意识的就说出了口。她的时间差是到了这个点，对她来说可不算早。于悄悄想说些什么来挽救尴尬，于是又一脸的低头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然后抬头问了我一句：你要不要吃？我觉得事情很诡异，于悄悄在邀请我共进晚餐，这个时候我是不敢应的，因为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还记得今天中午的时候，于悄悄莫名其妙的看了我一眼，该不会那眼就预示着等回家了，我再收拾你的这个意思吧？不能够吧？什么深仇大恨？真怪我。今天中午跟她闺蜜走近了，我又再仔细的回忆了一下，发现我自己都没跟于悄悄的闺蜜说几句话。突然，于悄悄又拍了拍脑袋，看向我，呜呜道：对不起，我忘了。我没做你的。我被噎了一下，说了一声没事，等会我自己做。果然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心怀不轨。于悄悄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，但是于悄悄是真的没有耍我的意思。人们的常见打招呼不就是问吃了没，要不要一起吃？于悄悄也不过就是顺嘴多问了一句，她平时不和我一起吃饭，当然做饭的时候也不会再做另一个人的。其实多做一份也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于悄悄不清楚我会不会吃，而且做多了也浪费，她吃不完。于悄悄又想到了什么，看着我指了指桌面，要不然你吃一个蛋挞吧，她没有别的吃的可以分给我。没硬指朝着于悄悄走过来了。于悄悄以为我要吃，于是放下筷子，从桌上面的餐桌盒里拿了一个蛋挞出来。等我走近了些，于悄悄才拿出了一个蛋挞分给我。于悄悄坐着，我站着，就凭两人现在的高度。于悄悄想把蛋挞递给我，就只能保持这样的姿势。我没第一时间接下来，而是低眸看着于悄悄。小姑娘的嘴角有油渍，应该是刚刚啃鸡腿的时候粘上的。于悄悄现在吃的面条十分的丰盛，除了一个煎蛋之外，上面还有一个大鸡腿，面前有3个蛋挞，左边有一杯奶茶。当然，于悄悄的手上也还举了一个蛋挞。我笑了一下，随后拿出钱包来，准备把今天中午于悄悄闺蜜给的钱还给她。于悄悄看向我，疑惑道：这是今天中午你朋友给的买书钱，不是说送你吗？说了送你就是送你，不收你钱。于悄悄的闺蜜不让于悄悄收别的男人的礼，但是想不到吧，我可以趁着她闺蜜不在的时候送。于悄悄没多想，咧嘴一笑，然后
后伸手一咬，把蛋挞丢进嘴里。之后于悄悄抽过一张纸巾，擦了擦手上的油渍，空出2只手来，喜滋滋的把钱揣进荷包里。白嫖100，十分开心。我在看着于悄悄的神情，于悄悄把钱放好，忽的又想到了什么，叼着蛋挞，又从面前的蛋挞群落里拿出了一个，递给我。刚一抬头准备递给我的时候，他就和我对视着他，看见我在看他。我低咳一声，连忙收敛神情，越过于悄悄给的蛋挞之后，然后低声说了一声谢谢。于悄悄觉得脸上有一点发烫，刚刚我看他的那个眼神有一点奇怪，这让于悄悄想到了中午的事情，原本都忘记了，他果然应该出去几天避避风头，然后再回来。呸，什么温柔暴君？那书才不是他写的，他于悄悄才不写这种古早的狗血虐恋。于悄悄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继续吃面条，嗦一筷子面条，就再啃一口鸡腿，然后再小口的喝一口面汤。我刚要走，于悄悄余光瞟见了，立刻抬头喊了我一声。他在考虑明天拉我出去吃一顿饭的事情，但是他和我不熟。于悄悄在犹豫应该怎么说出口。那个怎么了？我顿住脚步，回头看向于悄悄。于悄悄不知道话应该怎么说出口，看着我酝酿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才一指着我旁边的椅子：“你坐会儿，别急着回房，只有我在，他才有开口说话的机会。这种事情是不能够留字条的，因为还要考虑我的意愿。”于悄悄不知道我会不会同意去吃一顿饭。我坐在了于悄悄的旁边，谁知于悄悄竟然又不说话。我瞧着于悄悄啃了一口鸡腿之后，然后于悄悄才抬头看着我：“你等一下，我编一编，让他酝酿一下应该怎样说才能把我给拉过去。”我朝着他挤出了一个敷衍的微笑：“不急。”原本我只是客套一下，谁知于悄悄竟然真的不着急了。一口面，一口蛋挞，一口鸡腿，一口奶茶。小姑娘吃东西的时候，腮帮子鼓鼓的模样，看起来很像我以前养的仓鼠。于悄悄这是个什么意思？让我看着她吃东西，故意缠着我。我坐在这里其实挺尴尬的，我不知道干什么好。正当于悄悄准备编一下话来说刚刚为什么让我留下来的原因时，我却先开口说话：“对了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不用和你的朋友一起聚聚吗？他最近几天都在这边住，想聚可以找明天白天的时间。”说着，于悄悄就打了个哈欠，她有点困了。虽然现在时间还早，但是她今天出去陪闺蜜逛街，是上午11点多的时候被闹钟闹醒。要是换算成正常人的作息时间的话，那于悄悄应该是在半夜的时候被闹起来，然后出门去玩。她困死了。我点了点头，不说话，然后抿了抿唇。我在思考于悄悄闺蜜要拉上我请她吃饭的事，我在等于悄悄提出来。可是很明显，于悄悄的心思都在面条上，一点都没有要说起这件事的打算。还是说饭局取消了？我怕于悄悄不好意思说，有心想主动问于悄悄一下。可是我和于悄悄的关系并没有熟络到那种地步，每说一句话，我就要考虑说出这句话之后的后果。虽然我的本意是好心，但是我不确定我这句话说出之后会不会引来于悄悄的质问。我不想因为这种敏感的话题引来夫妻之间的争吵，避免矛盾的方法就是不发表任何言论。到时候于悄悄要是问起来，我连解释都不好解释，所以我又放弃了主动问这件事的想法，还是去等于悄悄自己主动提起吧。于悄悄她总会提起的，只要于悄悄提，我立刻就应，绝不让于悄悄难堪。不知不觉的，于悄悄碗里的面就吃完了，而于悄悄想对我说的话还没有编好。于悄悄拿着奶茶一边喝一边冷静一下，不能什么都不说吧，等一会儿。我真以为他是想让我看着他吃东西。我看于悄悄吃完了，于是又轻笑着问了一句：“你这不是会做饭吗？怎么之前老点外卖？”于悄悄回答的很简洁：“因为我懒，做饭了还要洗锅洗碗。”其实这个倒不是主要原因，真正原因还是因为他半夜才吃东西，半夜里面的做饭的锅碗瓢盆声会把我吵醒。我被噎了一下，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：“还是得少吃点，点外卖对身体不好。”于悄悄点了头，说好。他这一看就是没听进去，我便也不再多说，听就听，不听就算了。于悄悄也这么大，自己应该有判断能力的。于悄悄低头看着碗底的汤，酝酿了好久，终于鼓起了勇气，抬头看向我，语气软软的叫了一声我的名字。怒吵什么？我看向于悄悄，可他却又说不出口了。于悄悄凝视着我的脸，最后又生生把自己应该说出口的话又给埋在心里了。没事，我去洗碗。于悄悄起身说道，然后端着面碗往厨房那边走。我看着于悄悄的背影，心底暗自思索，于悄悄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呢？这么难以启齿。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不好的想法，于悄悄该不会是想找我离婚吧？不然没办法解释于悄悄会这么难以启齿。而于悄悄一直都是心好的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思考要怎样开口，才会把事情的伤害降到最低。真要是离婚的话，其实也不能说不好，只能说缘分在这里，便好聚好散吧。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可惜，心底稍微有一点点郁闷。毕竟要是离了婚的话，我不一定能找到像于悄悄这么好的合作对象。我不由在心底叹了口气，也不能强求什么，因为姻缘这个东西强求不来。我坐在椅子上沉思了一会儿，没过多久，于悄悄就从厨房里出来，她眼神复杂的看了我一眼，就上楼去了。我看见于悄悄看我了，这次似乎又印证了我的想法，果然于悄悄要找我离婚了。算了，离就离吧，我破罐子破摔。但这件事还是等于悄悄自己提。于悄悄一回到房间，就立马坐在电脑前给闺蜜发去消息：明天吃饭我请你吧。我把我老公拉不出来，他不同意，又不是他掏钱，为什么不同意？要是时间冲突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时间换成晚上。这倒不是，因为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对陆超提出邀请。
我羞于启齿。这有什么好羞于启齿？于悄悄，你在怕什么？那是你老公，就拉出来吃一顿饭，你怕什么？不怕，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他开口，会不会太麻烦他了？秦曼曼更无语了。你能不能把你们的身份认清一下？那个人是你老公，不是别人。可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。真没用，把你老公好友给我，我来跟他说。你什么都不说，你怎么知道你老公怕不怕麻烦？我没有他好友，结婚半年多，你没他联系方式，那你平时怎么跟他联系的？我和他不联系。秦曼曼的头像变灰了，她下线了，可能是被于悄悄气死了。没过一会儿，秦曼曼上线，她给于悄悄发过了一个新任务，要到我的电话和好友，奖励得到你老公的好友和电话。于悄悄看着手机屏幕上的一行字，陷入了沉思。要好友这种事，于悄悄从来没干过。她在路上多看一眼，人都觉得不好意思，何况是需要一个男人的好友。但是秦曼曼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，我是她的老公，不是别人。要是有我的联系方式的话，在网上聊她应该能说出口。于悄悄一咬牙，把手机锁屏了，然后揣着手机哒哒哒地下了楼梯。她要找我，这个点的话是时间还早，我肯定没睡。于悄悄到了我的房间门前，房门紧闭着，隔音很好，里面只要不是有太大声响的话，外面的人基本是听不见里面的声音。于悄悄敲了敲门，清了清嗓子，陆超，你睡了吗？这样叫门的话，大概睡了也该被叫起来了吧。于悄悄正准备再敲门叫一叫，这便听到了里面人的声音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出来。我其实没睡，这个点睡觉不太符合现代人的作息，虽然我的作息没有于悄悄那么离谱，但我也都是要等到11点、12点才睡。我只是在想，于悄悄终于找我了，那该来的也应该来了。那我在客厅等你，你一会儿直接来客厅找我。于悄悄把手放下，然后转身朝着客厅走去。很快我就换好衣服走出房间。从我站在门口的这个角度看，女孩子在很乖的坐在沙发那边，坐姿端正，手机被局促不安的握在手里。于悄悄低着头，我能看出女孩子很紧张。来了，持续多年的婚姻终于到这里就结束。我收敛了神情，把脸上的郁闷埋在心里，然后走向于悄悄。于悄悄看见我来，也起身放下手机，然后把茶几上的水递给我。于悄悄，我们离婚吧。陆超，我们加个好友吧。两人几乎同时开口，又同时疑惑，陆超要跟他离婚，为什么是哪里？有什么误会吗？于悄悄突然有了一种被辜负的感觉，他如此慎重的去找我要好友，然而得到的却是我要和他离婚的消息。第一次要好友以失败告终，于悄悄神情上的激动哭得冷了下来。于悄悄弯腰把水放好，我都要跟他离婚了，他才不给我喝。我也有点没搞明白，于悄悄要我的好友，结婚多年来于悄悄都没要我的好友，现在离婚了反倒要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临死前的最后一丝好意吗？想我陆超生前也是一个体面人。于悄悄把水放下，重新把手机给拿上来，此刻他握手机的手有一点颤抖。可以，你说个原因，我们就离婚。于悄悄有一种没能守住自己的东西，然后被别人抢跑了的感觉。我要和他离婚，一定是因为我喜欢了上别的小姑娘，不过也不能怪我什么，毕竟她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。闻言我一阵无语。于悄悄让我给她离婚的原因，可是要离婚这件事不是于悄悄自己希望的吗？一派胡言。于悄悄气急了，要是她穿有大袖的话，一定会像古人那样把袖子一甩，然后背过身去。你自己提出的离婚，你现在跟我说是我要离婚，你要离就离，我又没不同意，你何必把这件事推到我头上？此刻于悄悄的反应有一点出人意料，所以是我自己想多了。可是不对啊，除了离婚这种大事，还有什么事与我有关，并且难以对我启齿的？要说是钱的话，像于悄悄那种能够出版小说的作者会缺钱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和你离婚，你别自己想多了，然后怪在我头上。于悄悄说尽此，我感觉天要完了，等一会儿怕要跪搓衣板赔罪了。我在心里干笑一声，觉得大事不妙。于悄悄心里憋了一股子气，继续问道：所以是谁跟你说我要和你离婚？是谁在乱嚼舌根？说他要离婚的人一看就是其心可诛。于悄悄这话一出来，我立刻低头，反应快速的出乎于悄悄的意料。美女总，我错了，我很干脆利落的认错。于悄悄无语了，她想捏我一下，但是于悄悄又感觉两人的关系还没好到那种程度。于悄悄顿时一股子气憋在心头，我的认错太快了，快到让她不好发作。见于悄悄脸色稍微好一些，我抓住机会赶忙解释道：你之前有话要对我说，我见你那么难于启齿，还以为你是要跟我离婚。就是到现在我也没有想明白于悄悄要跟我说什么，而于悄悄选择喝一口她刚刚倒的水来压压惊，同时于悄悄也在思考等一会儿应该说什么。语气硬一点会让自己太凶，语气软一点又会让我觉得她太好哄了，不然以后什么情况我都能提出离婚了。于悄悄咕咚咕咚的喝水，一边喝水一边思考对策。此时我突然开口问了一句：很渴吗？真诚发问，语气十分疑惑。于悄悄把水喝完了，才一本正经的回答：因为我生气了。
我也需要水来降火。我往身后一指，说话时像莫名松了口气。降火的话，你可以找我，我那有金银花，用来泡茶的话，降火最好。原来你们女孩子生气是可以通过喝水来缓解的吗？好奇怪的生理构造。于悄悄抬头看着我，眨了眨眼睛，然后挤出了笑容，这是死亡微笑。那你生气的时候可以用喝水来缓解吗？我不行，我没你们这么生气，但是我可以通过睡觉来缓解，睡一觉之后我就不生气了。无语过后，于悄悄喝了口水，冷静下来，继续问所以。你还要不要离婚？这句话的后面还有很多句，于悄悄没说出口。其实他现在想和我简单的谈一下，但是那些长篇大论的话，他很难说出来，永远都是这么的羞于社交。就像以前在大学食堂吃东西的时候，已经是要是饭里面有什么不干净，或者是少了什么菜，于悄悄也不会端着饭过去，只会把饭默默倒掉，或者是继续吃。有的时候齐曼曼知道，就会带着于悄悄过去跟店家理论。于悄悄被齐曼曼保护得很好，这些跟人打交道的麻烦事都是齐曼曼来的。于悄悄想对我说，他这个人其实很好说话的，如果真的想跟他离婚的话，他不会不同意，毕竟跟他结婚的这半年来也是委屈了我。一边维持着室友一般的婚姻关系，另一边又还坚守着对婚姻的忠诚。可是这些体谅的话说出来，让于悄悄感觉很是肉麻，而肉麻的话他一向是说不出口的，就像他说不出情话一样。所以你还要不要离婚？于悄悄问。我干笑一声，我自己当然是不愿意离的。离了婚，家里还会再催，而且下一个家里介绍的女人不一定会比于悄悄好。我心里对婚姻其实没有多大把握，能凑合着一起过日子就行了，倒也不用相濡以沫，就相敬如宾就行。我把选择权放在于悄悄的手上，让于悄悄去做决定。于悄悄说不离就继续，如果于悄悄说离，那就散伙吧。我回花果山，于悄悄回流沙河。从此以后分家散伙。于悄悄很头疼，为什么这些话要他来说？他又不知道我心底的想法，怎么会知道哪一种回答会让我开心？万一他说的不是我心里想的，那我不是会难过吗？他不是一个会为了自己而委屈了别人的人。于悄悄沉默着不开口，我有一点不太理解。所以于悄悄此刻的沉默，到底是想离还是不想离呢？这一场近乎荒唐的婚姻，可能让于悄悄不满意。我又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耐着性子再次对于悄悄问道：所以你是想离婚的对吗？于悄悄被逼得很，他感觉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两个人不想离也得离了。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想？于悄悄道，我不是说过了，我不想和你离婚吗？不想离就说不想离，什么都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的想法？于悄悄低着头，最后把剩下的一杯水喝了。我一愣，以为于悄悄是想喝一杯水回来，这样才能有力气继续去跟我吵。然而于悄悄后面却什么都不说。于悄悄只落下一句：好吧。那我回房去了，今天打扰了。于悄悄果然说到做到，她把2个喝完水的纸杯顺手扔到了垃圾桶里，之后于悄悄就踩着楼梯上楼了。我感觉心里不对劲，刚刚我会不会太凶了？可是那不就是正常的交流吗？原本就是应该如此。于悄悄心里有什么想法都应该说出来才对，她不说我怎么知道于悄悄在想什么？可是话题的戛然而止，于悄悄的中途退出，只留下了一句好的，只让我感觉于悄悄这个小姑娘现在很委屈，就好像于悄悄在把委屈往肚子里面咽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得跟于悄悄好好聊聊，我想知道于悄悄的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于悄悄在这个想法刚刚冒出头的时候，我就喊了于悄悄的名字。于悄悄上楼梯，刚上一半，听到我在叫她，于是又回过头来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于悄悄问。你下来，我有些话对你说。于悄悄又转身扶着扶手下楼了。我现在从于悄悄的脸上看，倒是没有看出有一点生气或者是委屈的情绪。于悄悄一路走下来，我招呼着于悄悄在沙发上坐下。第一个问题，于悄悄，晚饭的时候你说你有事情跟我说，如果不是离婚的话，那是什么事情？于悄悄抿了抿唇不说话，倒不是因为别的什么，她一想到她连我的好友都没有，就觉得懊恼，第一步都没成功，这后面的还要怎么走？我看到于悄悄不说话的样子，就觉得心急。又开始了，不是说让你有什么想法就说的吗？你这样一副样子，谁能猜得到？同时我也觉得有一点郁闷。中午的时候，我听见她跟她闺蜜的谈话，大概就是送我本书，送你一拳这些的话。我听见的时候，还以为于悄悄是那种活泼的性格，怎么到了我这里，于悄悄就内向的不行了？没关系，我给于悄悄时间，让于悄悄好好想一想，想清楚了再回答。2个人在进行谈话的时候，另一方拿起手机来是很无理的行为，所以我也没有去看手机，于悄悄也没有看，因为于悄悄也知道这种情况下拿手机不对，所以于悄悄就只端正坐着。可时间久了之后，于悄悄便觉得有一些不自在，于是又从端正变成了局促不安。我盯着于悄悄看了一会儿，于悄悄也没有要开口的迹象。我突然发现2人的关系不对劲了。我怎么感觉你现在的样子像是那种被叫到办公室里的学生？我默默吐槽了一句，于悄悄干笑一声，算是给出了回应。我一见有门，便趁热打铁的说道：于悄悄，你不应该什么都不说的，
就好比刚刚我们谈的这件事一样，你不想离婚就应该直接说不想离婚，你的任何想法都应该说出来。我鼓励的眼神看向于悄悄，有一瞬间觉得自己是哄小孩的怪叔叔。好，于悄悄点头，回答干脆的同时是更让我觉得敷衍。我也不知道把于悄悄怎么办，于是就只用一双幽怨的眼神看着于悄悄，这种眼神倒叫于悄悄不好意思了起来。于是于悄悄立刻举手发誓道：真没骗你，我保证以后有什么说什么。那你直接说你之前找我什么事？果然，于悄悄又不好意思地咳嗽了2声后，就又不说话了。我觉得这天没法聊下去了。算了，没事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叹口气，起身准备走。哎，等一下。见我要走，于悄悄又急急忙忙地抓住我的衣角。他总觉得要是这样让我走了会不太好，可是把我留下来，他又不知道应该说什么。低眸看着于悄，悄悄抓住衣角的手，又抬起头来看着于悄悄。于悄悄脸一红，也觉得不对，于是又松手放开了，仿佛是为了毁尸灭迹。于悄悄把刚刚那只犯了大错的手背在了身后，不让我看见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于悄悄道：既然不是什么大事，那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可是我拿不准这件事会不会对你造成麻烦。麻不麻烦也得在你说了之后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麻不麻烦？秦曼曼也是这样说的。但是于悄悄总觉得不太好，她不喜欢麻烦人，和秦曼曼是因为有关系在这里，但是跟我呢，她和我除了披了一层婚姻的皮，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。于悄悄就好比刚刚我们谈离婚事件，你想离或者是不想离，就应该直接说出来。于悄悄被我追问的急了，终于松口道：那我怎么知道哪一种回答会伤害你？万一你是想离婚的呢？他抓不准我的心思。我要是说不想离婚，你会不会又因为我这句话的原因再委委屈屈的过半年？所以我一直把选择权交给你，我想让你下决定，你只需要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，离或者是不离，这2个回答里面的任意一个给我好了，何必又再来追问我的想法？于悄悄问道。这次于悄悄问道说的很多，我也一直耐心听着，等于悄悄说完我才听明白过来。换言而至，就是于悄悄她考虑的太多了，光考虑了别人，没考虑到自己。所以我又问道：那你的想法就不重要了吗？我考虑着于悄悄的想法，所以才会在自己表明态度，说自己不想离婚之后，又把选择权交给于悄悄。因为这个时候我不懂于悄悄的意思，婚姻是需要双方坚持的，如果另一方坚持不下去，那另一个人再继续坚持也没什么意思。所以选择权在不在于悄悄手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，只需要于悄悄说出自己的想法，然后我和于悄悄2人就能做出相应的事情。但是我没想到，仅仅就是这个问题居然会对于悄悄造成这么大的困扰。于悄悄闻言一愣，张了张口，继续说道：我的想法当然也重要，可是我重要却先顾虑你的想法，难道这段婚姻能不能走下去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吗？我看着于悄悄，可是在你之前我已经说了我不想离婚。于悄悄又一愣，沉默了许久，才小声道：那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像那种口不对心的也是有的。我无语了，于悄悄这种人就是想的太多了。我老老实实说了自己的想法，都能被于悄悄脑补成口不对心。于悄悄什么都不说，我怎么会知道于悄悄心里想的什么？沉默了许久，我才问于悄悄，你在外面为别人的时候也是想的这么多吗？怎么可能？于悄悄立刻否认。不过于秋秋又当着我的面盘算了一下，除了家人和亲戚朋友，那边只有曼曼一个。哦，就是你今天见到的那个女孩子。我和曼曼的关系好，所以并不存在这些谨小慎微。至于其他，跟我没关系。于悄悄顿了一下，接着说道：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关系而委屈了别人，同样也不会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而使自己不开心。要这样算起来，能够让于悄悄这样思虑入微的人，我还真是第一个。那我呢？我问你，当然和他们不一样。他们什么身份？什么身份？于悄悄道。此言一出，于悄悄就闭嘴不说话了。原本只是很正常的一句话，但是于悄悄怎么感觉说出来有一股别样的暖味，就好像陆超真的是他什么特殊的人一样。呸，陆超才不是。我愣了一下，继续追问：那我什么身份？我就是想听于悄悄亲口说出来，你是我的老公吗？但是这句话于悄悄选择不说，太肉麻的一句话。要是秦曼曼在，可能会再训于悄悄一句，肉麻的人看什么都肉麻。于是于悄悄的脸又一次红了。什么身份？他还真的说不出口。看着于悄悄的表情，我突然笑了起来，因为我好像明白了，明白我在于悄悄这里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合租室友。虽然我对于悄悄并没有什么想法，但是我的心里还是挺开心的，就好像学生时代的时候和只有女孩喜欢自己一样，虽然在此前根本与她没有接触，但是心里还是会暗爽一样。我也算看明白了一点，于悄悄在心底把我当成了老公，然而在一些事情上却并没有把我当成老公看待，这就类似于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。比如于悄悄怕会对我造成麻烦，在于悄悄的心里这就是一个单箭头，她要求自己怎样却不要求我怎样。想到这里，我对于悄悄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，一个心善的有些过分的小姑娘，要是换了我断然不会想这么多。于是我大着胆子去碰了一下面前于悄悄的脸，于悄悄没躲闪，
只抬着眼睛看向我。小姑娘的眼睛水汪汪的，里面像是盛了一汪秋水。我尝试着把于悄悄额前的一缕碎发撩到耳后，然后又装作无事一般的把手给收回来。我说你心里既然知道我是你的老公，你就应该知道一些小事是可以麻烦我的。我必须得让于悄悄明白这个道理。比如呢，那要你说了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可以麻烦我。如果是要微信这种大事呢？我沉默着看向于悄悄，于悄悄试探性的摸了一下脸，以为是脸上有什么脏东西。就在于悄悄准备先开口说话时，我却先开口了。在你眼里，要微信是一件大事吗？我问得很疑惑，于悄悄回答的也很疑惑，难道不是吗？最终我选择了屈服，无奈的点了点头，随即拿过了于悄悄的手机，把我的电话号码往手机里存了进去。微信号跟手机号是一样的，等会儿你直接加就行。于悄悄顿了顿，所以你是不是经常要人小姑娘的微信？我又懵了，于悄悄的脑回路为什么在这上面？见我沉默，于悄悄突然意识到他这句话问的不妥，于是想了想，又添了一句，我就随便问问，要是真的要过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说，我们就正常交流，不想说的话也行。于悄悄仿佛还是觉得不够，又继续说道，我不会生气的。于悄悄是那种很温柔的语气，然而在我看来，这一句句宛如催命符一样，下意识的就感觉自己离死期不远了。曾经一个谈过恋爱的兄弟嘱咐，当女朋友要你谈起前任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谈。有些人嘴上说着不生气，其实背地里早就想把你给捏扁了。于是我立刻否认，怎么会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于悄悄点了点头，好。这个好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他到底生气没？我干咳一声，决定先转移话题。所以你之前说要跟我说的事，不会就是只要微信这件大事吧？于悄悄抿了抿唇，可能是错觉，他从里面竟然听到了一股讽刺的味道。其实也不是我一会儿在手机上跟你说，在网上他放得开些，毕竟他要是能当面说的话，早就当面说了。其实他和我的作息也不是完全碰不到，就比如我下班回家之后，那就是于悄悄起床的时间。他提醒我关灯是用小纸条，如果当面的话，万一引发了矛盾呢？但是纸条就不一样了，要是我脾气不好，最多就把纸条撕碎了，然后扔垃圾桶。等半夜的时候，于悄悄下来，看见便利贴的尸体，于悄悄也就该明白了，哦，原来这个人不太好惹，减少交集。但还好，就从现在看来，我的脾气还是温和的。于悄悄跟我说完，就揣着手机一路小跑的上2楼去。我有一点不理解，什么话非要在网上说？我没等太久，就来了一条微信好友申请，微信头像是美羊羊，昵称叫美羊羊公主，这就是于悄悄，是那个看起来很深沉的女孩子。我要是早加了于悄悄的微信，也不至于做出这种弥勒的大补的判断。在通过好友的一瞬间，于悄悄就给我发了消息，我是于悄悄，后面还跟了一串数字，是于悄悄的电话。我立刻保存，在新建联系人的时候，我本在想于悄悄这个小姑娘看起来很自闭，一会儿还是我主动一点问问题。然而在我进行到编辑联系人的姓名的时候，于悄悄的消息已经发过来了，一条接着一条。保存好联系人之后，我得回去看消息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慢慢说让我们两口子请他吃饭。虽然他答应了，但是他对秦慢慢说的话是不一定能把我拉出来，得看情况。他的意思是说把我带出去见见人，毕竟秦慢慢要见我，就相当于是娘家人把关了。我懂这一点，就像我的朋友也老是喊着让我把于悄悄拉出来吃一顿饭。现在他俩吃饭就差地点和时间了，让我选一个方便的。至于买单的问题，我要是同意跟他一起去的话，那他一会儿就把钱转我，到时候我起身去买单。让我去买单也是给他在闺蜜面前长脸，毕竟我是她的老公。但是于悄悄也不可能真让我去付钱。之前他说什么让秦慢慢买单的话，那都是开玩笑的。秦慢慢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他怎么可能真让秦慢慢去付钱？于悄悄把他发的消息给捋了一遍，确认该说的都说完了之后，于悄悄又发了一句总结的话，就是这个事，没别的了。还发了一个软萌的表情包，我从头到尾看完了，这不就是跟我听到的事一样吗？只能说以后不能想着让于悄悄主动听到什么看见什么，就该直接去问于悄悄，等于悄悄主动说话，下辈子吧。我发送了一个好字过去，原本这也就不是什么大事，于悄悄立刻回复了一个欢喜的表情包。我想象成手机对面的于悄悄在像这个表情包一样傻笑，于悄悄笑起来会是什么样子？我舔了舔唇角，等等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然后选了一条于悄悄的消息，你自己都说了不是大事，那你干嘛还不好意思说出口？在网上不算大事。于悄悄回复的很快，为什么？因为在网上我们是两口子。我还想再继续问，结果于悄悄的消息就发送了过来，一条接着一条的暖妹内容，亲老公，么么哒，我爱你，给你笔信，记得早点挑饭店哦。我傻眼了，我现在就想冲上楼去看于悄悄是怎么发这些消息的。人前一副样，人后一副样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亲老公4个字，这谁还敢说他腼腆？没想到小东西还有2副面孔啊。2楼的于悄悄发完消息之后就把手机给锁屏了，然后于悄悄下床去把门给反锁上。等一会儿我要是真冲了上来，那就不好收场了，毕竟于悄悄他就只敢在网上口嗨几句，明天要是不慎和我碰上，那就装高冷吧。在网上的于悄悄和在现实生活中的于悄悄有什么关系？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还在纠结应该给于悄悄的备注名，深思一番之后，我把于悄悄改成了悄悄，然后又改成了老婆，本来就是老婆，于悄悄连老公都喊了，我为什么不能用这个备注？这般想了之后，我就心安理得的把对于悄悄的备注给改。现在时间还早，一时半会儿的我也睡不着，忽的我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然后动手搜了一下于悄悄写的书，看到书后的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于悄悄这书可以啊，哦不对，应该是
是于悄悄，她可以啊。于悄悄的笔名也非常有特色，软软草莓哭包。笔名的标识下赫然是一个大神的标识。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是断然不会把于悄悄和这个笔名给联系起来。我翻了一眼于悄悄的书之后，便随便找了一个书友群加进去，再给于悄悄设置一个群内特别关心。以后于悄悄在群里发言的时候，我就能进去逮她了。此时于悄悄正在和编辑绵绵聊天。你书完结有一段时间了，准备什么时候开新书？或许是知道于悄悄的阴间作息，所以绵绵才会选择晚上的时间来跟于悄悄好好聊聊。不要慌，最近在准备大纲，已经写了1点了。那你文件夹建了吗？笑什么？悄悄折回电脑桌面看了一下，叫新建文件夹。绵绵抓狂。那你跟我说你在准备大纲？于悄悄丝毫不心虚，找灵感也是在准备大纲的过程。绵绵剧，你要对我有信心啊！我怎么会摸鱼呢？你怎么找灵感的？跟我说来听听。找灵感，现在没时间，先担待一下。最近我在和我老公约会。绵绵满头问号。体谅体谅，已婚妇女吧。我一边带孩子，一边照顾老公，很累的。而且现在我又有着8个月的身孕，真是悲惨的人生啊！那你老公呢？我老公在我身边躺着呢。绵绵咬着牙打字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下本书推荐没了，你还想不想要？闪屏了别按。绵绵剧，我的心虽然不在码子上，但我的手还在触摸着键盘。”绵绵的头像变暗了。恭喜于悄悄激情，慢慢之后成功，气死了第2个人，而我是气死了一半，但还没有完全气死。第2日，我坐在书店里查看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，翻来覆去选了几家，最后找了一家火锅店。当然还是要综合一下于悄悄的意见，截图附带着地址一起发给于悄悄。之后我看着手机屏幕，突然陷入了沉思。昨天于悄悄给我发的消息还定格在上面，她说亲亲老公，她说她爱我。我的脑海下意识的陷入了幻想，于悄悄给我发这条消息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？是在手机屏幕前张扬的笑，还是那种在我面前的自闭神沉样？当然这是没有答案的，这个点于悄悄应该还没醒，等晚上些再看会不会蹲到。于悄悄的回来，就是不知道她今天会不会继续和她的闺蜜出去玩。要是出去玩的话，于悄悄应该能醒得早一些。至于她的书友群，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依然是没有于悄悄的声音。中午些我等到了于悄悄的回复，一条语音。可以啊，你定时间，时间定了，直接跟我说就行了。我从那边听到了杂音。你现在是在外面吗？于悄悄依然是发了语音过来，问我在和我闺蜜吃早饭。我沉默了。中午12点吃早饭，算了，我也不计较这些细节了。于悄悄能12点吃早餐，就已经是很好的了。很快，于悄悄又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过来，一张很素的拉面图，对比于悄悄昨天晚上吃的那碗面，还是有点素，面条里的大鸡腿没有了。我给于悄悄发了一个红包过去，你去买一点好吃的吧，别把你饿瘦了。于悄悄嗦了一口面条去发，语音饿瘦了。你抱着不舒服个骨头是吧？但是红包于悄悄没领。听完我满头问号，我感觉于悄悄被夺舍了，在网上的于悄悄和在现实里的于悄悄判若两人了。我擦，我一瞬间就来了精神。于悄悄那边的秦曼曼倒是轻笑了一下，秦曼曼抱着一杯奶茶靠在椅子上，若有所思地打量我。之前说你和他暗通款曲，你还跟我急，就看你现在这样，哪里符合你跟我说的？结婚半年没半点交集了。于悄悄道，他是我老公，我跟他发什么消息都是可以的。我怎么调戏他都是不犯法的。说完这句话，于悄悄就把手机给藏起来，里面的消息可不能让秦曼曼看见，不然帮人设形象会坍塌。秦曼曼挑眉，你藏也没用，你刚刚发的语音是当我没听见吗？于悄悄继续嘴硬，那就当你没听见。话说完，于悄悄的手机却又震动了一下，秦曼曼努努嘴，啧啧，你情人又给你发消息了，还不快看？于悄悄虽然满头黑线，但是于悄悄还是把筷子放下，然后从兜里点开手机，我只给他发了一条消息。于悄悄，你是不是被夺舍了？从昨天到现在，你告诉我，给我发消息的人是你不？于悄悄打字，老公，你冤枉我。秦曼曼不用猜就知道，于悄悄一定是又发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消息。那打字时候的傻笑模样，全落在了秦曼曼的眼里。忽的，秦曼曼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用怂恿的语气说道：“哎，悄悄，你在网上说这些话，哪有当面说好啊？对不对啊？”悄悄于悄悄顿了一下，默默收敛了笑容，然后老老实实吃。你也顺便说道，我不敢一下子原形毕露，网上口嗨就行了。现实里面对我，他还是继续躲起来当鸵鸟吧。3次元里，他于悄悄是高冷拽姐。秦曼曼继续笑，看热闹不嫌事大。你有什么不敢的？刚刚不是你还说他是你老公的吗？于悄悄脸有些红了，恼羞成怒般朝着秦曼曼一瞪眼。喝你的东西吧，喝着奶茶还堵不住你的嘴。见真要把于悄悄惹急了，秦曼曼也见好就收，不继续逗她了。其实秦曼曼还真有一种想撮合于悄悄和我的念头，但再仔细一想，这2人都结婚了，也没什么好撮合的。朝夕相处，有感情的话迟早会发展起来，没感情她硬撮合也不太好。于悄悄和她自己老公的事情，也就不用她来自作主张了。早餐要吃的清淡一些，
这也就是于悄悄为什么会点素拉面的原因。虽然现在已经是中午了，另一边的我在选晚上吃饭的时间。考虑到于悄悄现在才吃早饭，等一会儿她和她朋友逛街的时候，估计还要吃一点东西，那晚上吃饭的时间就不用定得太早，要不然于悄悄根本就吃不下。考虑一番之后，我把时间发给了于悄悄。那就晚上9点吧，如果要是吃得慢一些，最晚也就11点多吃完，时间也还行。对于一个混迹在现代社会的人类来说，这个点不算太晚，可以于悄悄回复。那等晚上些，也就是9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在火锅店里集合。于悄悄觉得这算第一次和我在外面吃饭，认为还是得慎重一点，不能迟到。于是才8点钟，于悄悄就让秦慢慢开车过去，车程差不多20分钟，要是路上耽搁一点，最多也就半小时。路边有卖章鱼小丸子的，悄悄下车去买了3份，外加3杯奶茶，要给我带回去1份。开车的时候路上有一点堵，秦慢慢撑着下巴问于悄悄：“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和你老公来一次约会？”于悄悄沉默了一下，然后弱弱地问齐慢慢为什么要约会，她就没怎么出过门。齐慢慢也诡异地沉默了一下，似乎是没想到于悄悄是这个回答，她闺蜜的脑瓜子是不是不对劲？齐慢慢决定反问于悄悄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出来跟我聚？”因为我们有2、3年不见了，和你出来回忆一下往昔。但我和陆超是天天都能见面的，每日朝夕相处，我们为什么要约会？秦慢慢被气着了。那家里和外面能一样吗？这就好比为什么手机上就能看的电影，但是你却非要跑到电影院去体验那儿的氛围感。一样，可是我不去电影院里看，电影类除了更贵，还有什么优点吗？要是生活里有特效，大概齐慢慢真的要被于悄悄气得吐血。于悄悄侄女没救了，那你喜欢你老公吗？齐慢慢又发出了一个灵魂讨论，毕竟情到深处自然浓，只要感情到那，很多不能理解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能理解了。于悄悄没说话，她在认真思考，因为她和我接触不多，但我又的的确确的在于悄悄的心里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，是于悄悄都没办法解释的原因。就丈夫的这个身份而言，我在于悄悄的这里是合格的，能和她携手一起走下去的也只能是我，至于其他的倒是不重要。于悄悄说这不是喜欢，而是责任。秦慢慢笑了一下，既然你已经有和他一起走下去的决心，那你就要为你自己的后路做准备。你和陆超不能就这样得过且过，你们是夫妻，不是合租的室友。你应该去尝试着喜欢他，能喜欢得上，那自然是最好。是琴瑟和鸣，还是相敬如宾，这些你心里应该有一杆秤才对。于悄悄沉默，过了一会儿，于悄悄的闷声才透出来：“我试试吧。”这段路堵得厉害。于悄悄和齐慢慢已经被困在车里20几分钟了，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8点40分。于悄悄突然有了一种今晚的约要迟到的错觉，她猛然警惕了，不能够吧？这要是迟到了，那得多尴尬。齐慢慢倒是很淡定，主要是这堵车急也没用。不行，得先打一个电话说一声。虽然现在还没超时。这就好比大学的时候，老师让你提前1节课请假一样，只有提前1节课请了假才作数。秦慢慢看于悄悄拿出手机准备拨号，于是又很好心的提醒了一句：“声音放得轻柔一点，男人大多都喜欢温柔的小姑娘。”就在秦慢慢说话的时候，于悄悄手上的电话已经拨出去了。未很快，我的声音就从里面透了出来。见电话通了，秦慢慢挑了挑眉，也闭嘴不说话，用鼓励的眼神看向于悄悄。于悄悄深吸了一口气，语气诺诺的：“陆超，但我在听。”我这次应该真的看透了，网络里的于悄悄和现实里的于悄悄就是2个人。这要是在微信上，我猜测于悄悄一开口就是喊自己老公，不得不说挺爽的。但是现实里的于悄悄考虑的就好像多些，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一下后果。怎么说呢？就好像于悄悄她有一点敏感自卑。我们这边好像堵车了。下一句话，于悄悄还没说出口，她就听见旁边的秦慢慢好像在发语音啊，一句接着一句。你现在还有脸来找我？你把我弄生气了。我都离家出走这么多天了，昨天晚上你才意识到要哄我。这也就算了，没哄几句，你居然跟我说要去睡觉，有你这么当未婚夫的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快失去我了，知道吗？秦慢慢的语气很凶，一旁的于悄悄有点懵。慢慢刚刚跟他说的要温柔呢，我能听见于悄悄那边有很重的杂音，听不清具体的话，只能听见一个大概。你那边是谁在骂人吗？我在车里呢，慢慢在训人。你不会挨骂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慢慢还是温柔的，一般不会骂人。闻言，齐慢慢骂人的话说不下去，于是从语音改成了打字。但是很显然，打字现在难掩他心头的愤怒。我顿了一下之后，便继续道：“那就行，堵车也不要紧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注意安全。我也还没出发，书店里刚刚新到了一批书，我在整理呢，估计也得要一会儿。”于悄悄这才放心了。好，那你慢慢整理，也不要慌。要是整理不完的话，可以先放着，我明天没什么事可以帮你一起摆。说着，于悄悄一顿，也不等我的下文，立刻便挂了电话。于悄悄的心现在跳得有些快，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变相的约会邀请。秦慢慢说有约会，在书店约会，应该跟外面也没差吧？我放下菜单，一脸歉意的对服务员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2个朋友有点堵车，可能得晚点到。”直到9点20分的时候，于悄悄和秦慢慢才到火锅店。我们到了。于悄悄给我发消息，我很快回复。那你们直接进来，我也才刚到。
刚刚服务员把单子给我了，等你们进来，我们就选锅底。我又给于潇潇发了桌号，接着看了一眼周围的空桌位，还好今天晚上的客人没有很多，不然没一点心理素质，还真不能坐在这里这么久。我选的位置在一个角落，也是为了考虑于悄悄在现实里面的心态。于悄悄和秦曼曼进来的时候，我正背对他们坐在那边，手上还在翻动着菜单。等走近了，于悄悄很小声的叫了一声陆超。我回头看于悄悄的模样，看起来很安静，大概于悄悄的身上真有一种岁月静好气质。如果我真能忘记微信上和于悄悄的聊天记录的话，于悄悄坐下，然后把手里的奶茶和章鱼丸子放在我的面前，有些歉意的说道：“丸子凉了一些，你要是不想吃的话，就放在那，等会儿他偷偷吃掉。”其实按照原本的设想，应该是不会冷的。于悄悄在心头叹了口气，没事的，我把丸子放在一边没吃，毕竟得先把客人招待好再说。秦曼曼倒也不矫情，很快根据我们的需求点完了菜。我们去调个蘸料吧。这种事情当然是亲力亲为，所以在于悄悄说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和于悄悄一前一后的起身了。秦曼曼看着他们两口子，突然不想凑过去打扰了。悄悄帮我调吧，你知道我的口味的。于悄悄转头看了看身后的我，又看了看坐在对面的秦曼曼，真的确定要让她以身饲狼吗？我当时心里暗自开心，但面上却依然不动声色。于悄悄深吸了口气，从蘸料台下面拿出了3个小碗，为了方便放小料，于悄悄便把手里的2个碗递给我，就全当工具人使唤了。不用白不用。陆超，你帮我拿一下。我接过的同时，并看向于悄悄，笑着调侃道：“你不是一口一个老公，叫得挺顺的吗？现在怎么改口了？”闻言，于悄悄面上只异常了一个，接着便立刻恢复正常，面不改色的说道：“那是我被我第二人格夺舍了。第二人格发的消息跟我于悄悄无关。你要是用这个理由，那你倒不如说手机成精，是他自动发的消息还好些。你要是觉得你这个理由你能接受的话，那也行。”我被噎了一下，接着便又说道：“你现在倒是胆子大了。”于悄悄抿了抿唇不说话。2人调蘸料的期间，3人点的菜也上齐了。忽然于悄悄一拍脑袋，有些懊恼。哎呀，我忘了拍照，赶紧拿起手机拍了一张肉多的照片，发到了他的书友群，并附言：“又是和老公约会的一天。”可刚发完消息的于悄悄刚准备把手机给收起来，突然旁边我的特别关心的声音响了，声音很大，特别关心的声音太特殊了。完了，正低头张口准备吃丸子的我，脑海里冒出来这个念头，于是下意识的我抬起头来看向2人。第一个看到的于悄悄，于悄悄在看我，我又看向秦曼曼，秦曼曼也在看我。于悄悄没说话，她一般是不会在这种地方上质问的，况且夫妻之间的事情应该回家之后关起门来慢慢说。不过秦曼曼倒是开口了，有一种为好闺蜜出头的架势。悄悄，你老公这是特别关心了哪个好妹妹？于悄悄抿了抿唇，低头喝奶茶。总之不会是他，他连我的企鹅好友都没有。我觉得头疼，我还能特别关心谁？就一个窝在群里潜水的于悄悄。但是今天这事必须得解释清，哪怕是于悄悄没多想，但只要是她闺蜜心里有了想法，迟早有一天，于悄悄的想法就会被她闺蜜给带过去。悄悄，你听我解释。于悄悄给我夹了块肉，温声道：“回家再说吧，现在先吃东西。”因为她觉得现在解释也没什么用。如果没有什么，当然是最好，还能开开心心的继续吃火锅。我要真是有什么的话，现在也不适合发脾气再吃东西呢，不能为了这种事影响了吃火锅的心情。我还想再说，但一见于悄悄的样子，也就张了张口不说话。吃火锅就只是单纯的吃火锅。我尝试着给于悄悄夹菜，见于悄悄没什么别的反应，也就继续大着胆子给于悄悄夹菜。现在当事人就是后悔，当于悄悄在身边的时候，手机就该直接静音的。于悄悄基本没有自己夹菜，锅里的肉全被我给捞了出来，放在了于悄悄的碗里。到后期也差不多吃饱了，于悄悄吃肉的速度跟不上，于是很快碗里就堆满了肉。于悄悄有些猛，见吃的差不多了，我起身去买单，不知道有多少钱。于悄悄直接在微信上给我发了500，等买完单回来2个，女人也都收拾好了。我和齐曼曼都是开车来的，齐曼曼知道于悄悄肯定是要和我回家的。临分别的时候，齐曼曼拍了拍于悄悄的肩，落下一句：“要是不行的话，打电话给我，我来接你。”于悄悄点了点头，她知道齐曼曼说的是什么，她和我之间还隔着一件事呢。不过于悄悄不打算追问，要是我不主动解释的话，那她和我也就这样了。什么时候被她抓到了证据，那也就是离婚的日子了。但于悄悄还是希望我能解释的，因为她才下定决心要和我走到最后，她才下定决心要尝试着去喜欢我。只要我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她就信。开车的时候，于悄悄沉默着，没有看手机，也没有主动吭声。等到家了，于悄悄应该在赌气，走的速度稍微有一点快。我立刻上前，一把抓住于悄悄的手。你倒是给我一点时间解释啊！于悄悄此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，她一直都是生气的，在火锅店里安静不发作，不代表这件事就过去了。我抓着她的手不放，力气稍微有点大。于悄悄低头，视线从手下缓缓移到了我的脸上。此时我在很认真地看着她，只不过我却依然没有意识到什么。于是于悄悄干笑了一声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来，然后把手给抽出来，手腕红了。我的一颗心全在于悄悄的情绪上面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力气是不是用大。于悄悄揉了揉手腕，斟酌了一下语词，接着道：“明天再说吧，
今天有点累了，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对吗？于悄悄话是这样说的，但是于悄悄依然是站在这里没走。她想听我解释，却又不会开口明说。她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别扭的性格。其实真的没什么，是前段时间看网文关注的一个网文作者，就和你成绩差不多的那种，给他特别关注，是想在他水群的时候去逮他。说到我又意识到，我保证，在此之前我们在企鹅上连话都没说过，而且群里人太多了，我估计他都不认识我。我捡了部分实话去说。于悄悄听得认真，等我说完之后，于悄悄的心里突然有一种心虚的感觉。在群里逮作者，那肯定是要催更的，而他自己最近就在摸鱼。是男作者吗？于悄悄抬眸问道。现在的他已经不生气了，因为他觉得就是男作者，毕竟陆超总不至于特意去女频剪一本霸总文看，还进人群。我摇头都没聊过天。那作者的性别也有可能是女的，毕竟写书不看性别。那倒也是，但是于悄悄觉得我很笨，这个时候你就该顺水推舟，说是男作者。要是关注的人是个女作者的话，于悄悄也不知道该怎样，随后又顿了顿，挺直了背，故作无畏地说道：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刻意给我解释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说吧，于悄悄就转身走了，不生气了就回房睡觉，今晚继续倒时差，一定要早一点睡。在身后看着于悄悄背影的我，挠了挠脑袋。我已经解释清了，所以于悄悄这还生不生气？女人都是古怪的生物，生气的时候说不生气，不生气了也说不生气。洗完澡之后，我靠床上躺着，在微信上面再问一问于悄悄吧，我感觉信上面会比现实里好问一点，所以你还生气吗？我打字过去，于悄悄没回，上面也没有正在输入中的显示。于悄悄这个时候也没什么事，应该是去洗澡了。我和于悄悄之间的上一条聊天记录停留在于悄悄给我的转账上，收当然是不可能收的，不至于请老婆和他朋友吃一顿火锅还要老婆花钱，但是我也没准备，我打算等24小时过了之后自动退款到于悄悄那边。十几分钟之后，于悄悄才回复，怎么可能生老公的气呢？妈妈，谁不知道我最爱的就是我老公呢？此刻看到消息的我被惊得张大了嘴巴。擦，原来他是这样的，于悄悄。不过我心里也算松了口气，于悄悄能这样，应该就说明他真的不生气了。紧接着于悄悄又给我发了条消息，快把红包领了。我看了一眼，默默把微信界面给切出去了，打算装死。我切到了于悄悄的书友群去看一看，今天那个特别关心的铃声差点把我害死，群消息很多。我直接从群主于悄悄的主页上看他的最新2条聊天记录，时间是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，一张配图和附言。又是和老公约会的一天。下面的发言我大致扫一眼，大多都是周于悄悄回去码字的消息，还有一些是对于悄悄的深夜放毒表示抗议，还有部分人对于悄悄已经结婚的事情感到震惊。虽然于悄悄已经说过很多次她结婚了，但奈何群里总有新人进，总有一些不知道的人，所以我选择了艾特于悄悄。作者大大结婚了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等到于悄悄回复的，倒是群里有其他活跃的人回答了我的问题。楼上是新人吧？作者他结婚有大半年了，从结婚之后，他就一直自称38岁已婚妇女，3天2头请假跟她老公出去玩，干软草莓。她已经不出来水群了，天天都在摸鱼，真想念她以前没结婚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她码字可勤奋了，自从结婚之后，她3天2头请假，不是在约会就是在带娃。我沉默了半晌，折回去点开于悄悄的书，我选了她最新完结的一本，里面果然是有很多单张请假条，和老公度蜜月请假2个半月，和老公约会请假2天，带着一家3口出去玩请假半天。看到这我有些懵，所以我和于悄悄是有孩子了，对吗？